曾经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怪论：印度拳剑天下无敌。这样的剑论，四成再一次看到时脑袋是懵的，是什么样的人居然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因此本期视频，四成就和大家讨论讨论，是不是护手越大越厉害，才出现全国印度拳剑天下无敌的言论。一说护手，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传统的刀剑则没有出现过像欧洲剑一样的大护手，甚至早期的很多刀剑，他们的护手都小到可怜，作用顶多就是捅刺敌人时不至于将手划到刃部上去。而欧洲的剑大多数都是有护手的，并且看起来十分好看，像佐罗使用的大护手刺剑，又或者是现代击剑运动里的重剑、佩剑、花剑。重剑可以击打全身得分，佩剑只能击打手掌以外的上半身得分，花剑则只能击打躯干以及下巴以下 1.5 到2公分的围兜部分。这些电影和击剑运动都给欧洲剑留下了护手很大、刺激厉害、劈砍弱鸡的印象。但其实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像刺剑这类剑种其实有很多，其中不乏一些拥有劈砍能力强的剑，比如苏格兰的龙首剑。这是苏格兰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扩剑和斩剑的基础上，结合了当时流行的刺剑等大护手剑类的思路，发展出了用整体金属丝编制的龙首包裹整个手部的苏格兰龙首剑。这剑在当时的军队都有配备，但更多的还是用于民间决斗和防身使用。从护手发展出发，看看是怎么回事。中国早期使用的青铜剑，其护手其实是很小的，基本没有什么格挡作用，仅只是为了防止手划到剑刃上受伤。即便到了汉代也是如此，依旧沿用了青铜剑小护手的设计，仅只是因为钢铁的韧性更好，让剑从厚重的8面结构变成了现在我们常见的4面结构，同时剑刃也变得更长。单从外观上说，汉剑改变的并不多，甚至到了环手刀上还大量出现过没有护手的低配版本。正常版本的环手刀，其形制延续了近1000年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唐代出土的唐代刀和汉代的环手刀，其形制也极为相似，使用的都是没有什么格挡能力的小护手，一直到了宋代才出现最为常见、具有格挡能力的圆盘护手。而明代时出现的万字护手，甚至可以直接勾卡敌人的兵器。到了清代，中国岭南地区才出现类似欧洲骑兵刀的地形护手的刀，就是将原有的万字护手加长，让其与刀柄连为一体。这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咏春的蝴蝶双刀，一套咏春8斩刀，砍的敌人不要的。同样的，欧洲早期用的剑护手也都很小，比如古罗马骑兵所使用的长剑，其护手基本就没有保护手不被砍伤的功能。这种罗马骑兵剑在历史学界中认为是受到了凯尔特长剑的影响演化而来的，其长度比步兵使用的短剑更长，其形制一直延续到了维京时期。大海盗维京他们所使用的剑一般都是小护手，其主要形制还是延续和继承了罗马剑的设计思路，护手小，剑刃宽，有较大的配重。而到了诺曼时期，诺曼剑在维京剑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剑刃和护手同时进行了加长，这才终于有了实际的格挡能力。然后是中世纪的骑士们常用的十字剑格武装剑、双手剑、手半剑等等，再之后才出现视频前面说的大护手刺剑。如果这样看，确实是护手越大越厉害。再加上在一些决斗中，攻击对方的持械手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技巧，所以才会有人推崇大护手的刀剑，直接导致格斗圈子出现印度拳剑天下无敌的梗。印度拳剑全包裹的设计，导致其手腕无法活动，实际使用起来是非常僵硬不方便的，很容易就会被对手抓住破绽，将其击败。所以印度拳剑天下无敌，就是在嘲讽那些认为大护手能防住打手就能赢得胜利的萌新玩家。所以并不是护手越大越厉害，而与之一同产生剑论，还有随着冶炼技术发展，护手才变得完备。虽然从东西方发展来看，护手确实是随时间发展变得越来越完备，但其实这个冶炼技术的关系并不大。比如宋代出现的圆盘护手，从冶炼难度上来讲，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制作难度。同样的，万字护手也不过是将铁条直接敲弯就可以制作出来。
而欧洲的一字格护手也没有任何的制作难度，即便是较为完备的腕形护手，也并没有比头盔更难制作。只要工匠能做出头盔，做个腕形护手都是洒水的事情。况且早在进入铁器时代的古希腊时期，其各样的头盔制造难度就远超普通的腕形护手。你再看俄罗斯哥萨克骑兵所使用的恰西克马刀，它是19世纪下半叶才正式定型。从时间上说，冶炼技术够可以了吧？但它却实实在在的没有护手。恰西克马刀最早在12世纪就出现在了高加索地区，但直到17世纪末才开始变成现在我们熟知的形制。在初期，只有与高加索地区相邻的哥萨克会使用这种武器。大部分哥萨克觉得这种武器跟常见的马刀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叫它野蛮人之刃。后来在19世纪初，沙俄侵攻高加索地区，并在1864年完全控制了这里。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俄军的哥萨克骑兵充分见识到了恰西克马刀的强大之处，当场进行了一个川剧变脸，集体认为应该装备这种马刀。于是沙俄军方当场参悟了，拿来主义，开始大批生产装备恰西克马刀。其中在1881年，亚历山大3世当了俄罗斯的皇帝后，这位年富力强的君主或许有某种程度的强迫症，又或许是已经对俄罗斯军队武器的杂乱无章隐忍多时，刚刚登基就展开了一次对军队武器的制式化改革，将所有军队的有刃武器统一改成单一样式，成了最著名的1881式恰西克。至此，恰西克正式成为了俄罗斯的制式军刀。其外形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刀柄的柄头采用了鹦鹉嘴的造型，乍一看还以为是老鹰的头，因此恰西克还被称为鹰之利爪。1881式恰西克随着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扩张，刀锋指向整个欧亚大陆，从19世纪末期开始，直到20世纪中期。1881式恰西克在包括2次世界大战的各大规模战争中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无论是为帝国主义争抢利益，还是对抗纳粹法西斯，1881式恰西克和骑着战马飞奔的哥萨克骑兵始终是俄罗斯的象征。其使用者哥萨克更是以英勇善战，曾经被誉为天下第一骑兵。而如此厉害的恰西克马刀却没有护手，这和2000多年前汉代环手刀无护手的思路其实是一样的。主要是因为骑兵在互砍时有没有护手好像都一样，在两骑互相冲锋的情况下，根本就顾不上去打击敌人的手部。相对的，欧洲骑兵刀的大护手那也只是考虑到骑兵没马时充当防身武器用的。欧洲骑兵刀一直都是骑兵的主要作战兵器，不像步兵那样移情别恋，早期使用长矛大刀，后期使用枪炮。对于骑兵而言，刀一直都是第一武器，即便后来的火枪也只是作为副武器使用。因此，当骑兵拥有一把好的有威力的骑兵刀，便可以借助马的速度和人的力量产生很大的杀伤力。至于如何挑选一把好的骑兵刀，也是有讲究的。好的骑兵刀不仅要有一定的重量和锐利的刀身，还要有合适的护手，以起到对使用者手部保护的作用。最早使用骑兵刀可追溯到9世纪，当时是匈牙利人以及欧亚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使用的。这种武器大部分有着弯曲的刀身和单面刀刃，为了方便在马匹上单手使用，通常都比较轻巧且刀身修长。而相对传统的欧洲大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骑兵一直使用的兵器是步兵的长剑或宽剑，这是由于骑兵身着盔甲，可以抵挡一般刀剑和长矛的攻击，而十字架形的护手也足以抵挡刀剑对手部的伤害。后来，随着火枪火炮的使用，骑兵身上的盔甲逐渐减少装备，人们便开始设计轻便、灵活，并对手部有足够保护作用、带有护手的骑兵刀。骑兵刀的设计主要有长直型刀身和弯曲型刀身2种，而对于这2种款式到底哪一种杀伤力好，吵吵闹闹争论了几百年也没有结论。其中的直身刀又分为单刃、双刃2种。1600到1700年在欧洲很普遍，由于这种刀通常是背在背部，所以又称为背部直刀。而1700年以后，尤其受到土耳其帝国的影响，弯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这时欧洲军队开始将步兵和骑兵分开，而骑兵中又分重骑兵和轻骑兵。重骑兵中还包括胸甲骑兵、火枪骑兵以及英国龙骑兵。
重骑兵通常使用长直的重型剑，轻骑兵则使用轻巧的弯刀。重骑兵是战场上的重要突击力量，他们身着盔甲，手持长剑，以刺为主，以便冲开对方的防线；而轻骑兵则以灵活进攻为主，对已经溃逃和被冲散的敌人进行全力追杀。到了18世纪，匈牙利骑兵使用一种大弯刀，用于近战砍杀，在马的头部左右砍来砍去，非常灵活，其攻击力好于长直的骑兵刀。由此我们知道，几百年以来，骑兵刀的种类有很多，而且在不同国家风格各异。只不过这些大护手骑兵刀出现时，已经是在火枪全面列装军队以后的事情了。真正冷兵器骑兵冲锋的时代，并没有这种大护手的刀剑，因此对于骑兵来说，护手有用，但并没有那么重要。而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步兵来讲，早期西方的刀剑之所以没有护手，那是因为步兵的配置中有盾牌，持械手有着盾牌的保护，也就更不需要护手了。而护手出现的原因，除了上面4层讲的重甲步兵的盛行，导致盔甲替代了原先盾牌的防御，士兵们对手部的防御需求就显露了出来，像宋代圆盘护手就是由此而来。而同时期的欧洲正处于11世纪中期，西方社会开始出现骑士阶层，此时骑士们的盔甲普及率很高，于是对于手部防护的需求研究多了起来，一字护手的常见也就流行了起来。而护手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文艺复兴时期，在盔甲开始被火枪淘汰的同时，慢慢兴起了一种决斗文化。这种决斗文化来自于日耳曼族的单挑传统和北欧地区一种叫 Holmgren 的习俗。在北欧地区接受基督之前，理论上这种习俗能解决一个人在社会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只要双方一有矛盾并且同意决斗，他们就会被吃瓜群众安排在一个直径4码的小圈子里。贵族的话用剑互相砍杀，而平民流行用战斧，直到一方死亡或者认输为止。需要注意，奴隶是没有资格进行 Holmgren 的。在维京传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 Holmgren 单挑场景。尽管这种单挑在理论上是可以通过认输来活命，但实际操作中却多以一方死亡而告终。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也常常身负重伤，在数日之后死于外伤感染和维京人高超的医疗技术。而在欧洲被基督化后， Holmgren 这一矛盾终端解决机制被教会所厌恶和禁止。然而习俗的力量是如此顽强，以至于上帝不得不与凯撒妥协，为日耳曼人的单挑传统提供上帝视角的解释，成了神断。神断可以为单挑提供宗教和法律上的合理解释，因此又被称为上帝的背书，相当于给这场决斗加了裁判，让其合理合法化，定胜利者为正义的一方。总的来讲，文艺复兴前的西欧单挑界虽然拥有了上帝的背书和法律的许可，但这个圈子的主体依旧是贵族。因为生产力的落后，大部分农民处于一贫如洗的地步，根本没有值得以命相搏的财产纠纷。法律尽管赋予了平民向贵族发起单挑的权利，但贵族可以拒绝平民的单挑要求，即使贵族愿意和平民单挑，贵族也可以根据法律骑马出战，而平民必须徒步。文艺复兴之后，西欧的市民阶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生活相对富足的市民阶级面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纠纷，也产生了对决斗的需求。因此这一时期的决斗事业逐渐从贵族阶层逐渐蔓延到了市民阶层，成为了一种全民运动。也正是因为决斗文化的盛行，才出现了早期专用于无甲决斗的大护手刺剑。因为在双方都没有穿盔甲的情况下，在固定距离站定做好准备后，想要直接攻击敌人的要害，一击毙命是很难的。贸然的进攻很容易被对方抓住机会进行反杀，所以攻击对方距离最近的持械手就成了最方便的进攻手段。同时也因为人手属于精密部件，不需要很大的力就可以造成足够的伤害，因此进攻动作可以做得隐蔽且没有蓄力的前置动作，因此对持械手的防御要求就变得很高，就出现了决斗专用的大护手刺剑。当时的欧洲士兵经常一言不合就拔剑决斗，而后来的骑兵刀也是受此影响出现了大护手。中国因为没有这样的风俗，像擂台也是比拳脚，要么用自己兵器进行决斗，
导致王朝军队的制式兵器中一直都没有出现欧洲那种大护手，出现的都是一些民间民造的护手刀剑，长短宽窄都各不相同，这也是民间私斗对于手部防护的需求。只要不是单对单决斗，对于手部的防护需求也就不是很高，因为在群殴的情况下，以一敌二敌三，想要精准打击敌人的手部难度实在太大，因此护手并不是越大越无敌。就像剑格和刀形，只有合适才是最好的。格的形状与剑的形制以及剑法是相匹配的。两周的剑法为击刺，剑身材质为青铜，青铜容易折断，所以青铜剑较多用刺，基本不用劈。击剑时需要极力避免剑接触时被对方武器卡住，自己丧失防守反击的时机。所以格的靠着手的一侧是基本平直一线，而另一侧是可以把对方刀锋崩向侧面的坡面，或者是很短却容易卸开对方长剑力度的一个很短的格。这个风格一直延续到后世的铁剑，因为剑主刺这一基本点没变，而铁剑的格还有一部分走向了变宽的演变方向。究其原因是铁剑比青铜剑更坚韧，而产生了更多劈的用法，以至于出现了用剑脊拨开对方剑刃，沿着对方兵器回削对方手腕的格斗技法。像环手刀这类兵器多数不带刀形，极少数带铜或铁制的刀形，是因为环手刀的宽度和作用极其有限，多用于劈砍格斗场景，所以才完全放弃了刀形。好了，关于护手越大越好的问题，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